普京之脑遭遇汽车炸弹，杜金的女儿李代桃僵，谁是这场刺杀中最大的获利者？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俄罗斯呢，最近遭遇的袭击是有点太多了。黑海舰队司令部2次被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那边呢，机场、弹药库也是连续被炸，刻赤海峡附近又发生了2次连续爆炸。现在俄罗斯都不说是抽烟造成的了，而是开始承认有人进行了破坏袭击。而最近最有冲击力的是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杜金的汽车在莫斯科发生了爆炸。俄罗斯已经宣布这是一起刺杀事件。不过呢，杜金当时没在车上，是逃过了一劫。车是他女儿达利亚·杜金娜替他开的，所以女儿替父身亡了。国内互联网上经常说杜金是普京的大脑，因为西方舆论认为普京在2000年执政以来，其外交思想跟执政思想深受杜金的影响。杜金对普京这种影响力，能够类比当年对沙皇俄国产生深厚影响的拉斯普丁。而拉斯普丁的名声是祸乱宫廷，操纵俄罗斯，把沙皇当傀儡的妖僧。那么，到底是谁想要杜金的命呢？我们可以先通过杜金的言论和作用判断谁会是他的最大敌人。很多人第一时间认为是乌克兰干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杜金在1997年出版过一本书，叫做《地缘政治的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他提出一个新欧亚主义思想，描述了俄罗斯应该如何塑造国际政治秩序，主张建立一个俄罗斯跟德国的新轴心，这2个国家用影响力去瓜分欧洲，再让德国、法国形成一个2级的次轴心，这个轴心用来对抗英国，把英国彻底排除出欧洲。在亚洲方面，杜金主张俄罗斯跟日本要形成轴心进行联合，要挤压中国。俄罗斯应该把中国的内蒙、新疆、西藏、东北等地通通抢走，确保中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无法在中亚施加影响。同时还要支持中国向东南亚去进攻，去跟美国死掐。但是前提，越南是俄罗斯要留着的，不让中国人动。这些言论太耸人听闻了，太夸张。即使其中一些内容可能被普京采纳，但是要说他就是普京的大脑，我觉得西方对杜金这个描述过于夸张。不过呢，出事儿以后，我看了一下观察者网新闻报道里的评论区，还有不少中国网友都在悼念杜金，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好同志，他女儿杜金娜是中国的骄傲，这也让人哭笑不得。咱们的网友啊，烧香之前就不能看清是谁死了吗？这么悼念杜金，那可没比参拜靖国神社好多少。至于说乌克兰，杜金是根本不允许乌克兰继续作为国家存在的，一定要把乌克兰灭了，才能实现统治半个欧洲的理想。所以乌克兰恨杜金有理由，但是乌克兰也有不杀他的理由，因为杜金不是什么军事天才或者是科研大佬，他活着并不能给乌克兰增加多少实际的威胁，相反，他的存在还能被乌克兰当做一个靶子，用来证明俄罗斯有野心、有侵略性。如果真的能够利用舆论把他塑造成普京的主心骨形象，在大肆宣扬他书中的观点，那能给普京、能给俄罗斯拉多少警惕和仇恨呢？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别的可能，比如说有人就分析过，这种袭击的目的是火上浇油，不让俄乌有谈判停战的可能性。不过我觉得这个解释很牵强，因为俄罗斯恐怕就没想现在谈判停战，拖到冬天才能折磨欧洲。也有人觉得这是俄罗斯国内那些反对黄俄派的人借战争的机会打击黄俄派势力，而且黄俄派势力在面对西方的态度上也跟普京有很大的差距，给普京的压力也很大，说不定黄俄派的势力衰弱之后，对普京也是好事儿。所以虽然说一般这种事儿都是要首先怀疑谁是最大得利者，但是有时候不是最大得利的那一个也可以动手，还能让大家怀疑不到自己头上呢。实际上宫斗剧实在太复杂，咱们还是等着看各方后面的表态和动作吧。提醒大家一下，现在下结论为时太早。好，关于杜金之死对谁最有利，咱们今天呢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